欢迎两位哈，谈恋爱多久了？谈恋爱半年多了。一个是云南是吧？对。一个黑龙江，是一所大学的吗？不是一所大学的。你在哪儿读？我在河北的河北秦皇岛市。啊，您呢？我在北京。哦，咋认识的？我的高中同学是他的大学同学。是这样的啊，这个同学我们跟他的关系都还不错。他在今年的过生日的时候叫上了我们两个，之后我们就在一块吃饭的时候认识。今天为什么来呀？因为我是南方的，而且我是非常南的南方，然后他是非常北的北方。就在一起之后，我才发现南方和北方的差异怎么能那么大呢？我原本以为我都可以从容的面对这些摩擦的，但是你是说生活习惯不一样，是这意思吗？还有口味、饮食，还有语言什么的都不一样。就拿口味来说吧，因为我是从来都不吃葱的，然后我家一家人就爸爸妈妈、爷爷奶奶都不吃葱啊。但是他就喜欢用那个葱蘸那个酱吃，就让我非常受不了。而且蘸那个酱吃之后，我就不想让他靠近我。就是主持人说到吃的话，我觉得南方也有一些，我觉得作为一个北方人接受不了的，就像那种辣椒，就是那些东西，我感觉吃起来的时候会对身体造成伤害，不像葱的话只可能会气味不太好吧，我觉得。而且我记得有一次我回家，然后我给他带了一个礼物回来，就是我妈妈自己做的小米椒，然后他在车上接我，他看到那个我回来之后，然后我就把行李箱打开给他看，然后他马上脸色就不对了。我当时就觉得特别生气，而且我之前都说了是我妈妈自己给他做的，他就这样对我妈的心意，我就觉得很难受。还有一个就是最大的问题，我觉得对于我来说，因为你们也听到我的口音不是普通话不是很标，不是你也不干播音员主持人，你要那么标准干嘛呀？但是他就用那种来要求我了，他就觉得你在说什么呀，我听不懂。就有一次，我让他给我拿一个盆过来，盆，就是盆，没事儿，我听得懂。就拿个盆过来，然后他就说你在说什么呀？他就说我说盆，我还要比划一下，就是这样。他平时纠正我就算了，但是我再说一个很急的事情的时候，他就说你这个字念的不对，要念另外一个。他不是应该先听我把事情说完再纠正吗？对。而且他老是在我同学面前就老纠正我，就觉得真的很，就让我觉得很没有面子。你什么专业啊？我是汉语言文学。可是他这个专业他需要考一个这个普通话的证的，而且他这个证是需要一个比较高的等级，对他以后的发展比较好，是有好处的。所以说在我们知道他要考这个普通话的考试的时候，我觉得就很有必要在这段时间里边潜移默化的帮忙改变一些。虽然我的可能也不是很标准，不过我希望多少会帮助到他一些。而且我总觉得他太固执了，就从这件事情之后，每一天他就开始用他的思想强加在我身上就是怎么说呢？比如说我讲了20多年的这样的话，你让我一时半会儿改，肯定改不了。但他就老是用他的想法加到我身上，就还有我平时说方言的时候，他就老觉得不想让我说方言。但是我和我妈讲话肯定得说方言吧，但他就老说你就不能让我听懂一点儿，就老把他的想法加在我身上这样。人家跟自己的妈说方言有什么毛病吗，兄弟？可是我真的听不懂，就是他总担心我跟我妈说他的坏话，就老是在像间谍一样在那听。然后我一开始都会跟他讲，就是我讲啥了，但是后面每次都要讲的话，就感觉要复述，就觉得真的还蛮累的，一天都要复述几遍我就是觉得知道对我还是有好处的，因为有什么好处？你听这玩意儿干什么呀？谈你的恋爱不就得了吗？这较劲，你这是真较劲。等于姑娘给自己的母亲打电话，她也想知道是为什么。对。然后搬人家说普通话，是这意思吗？对。有这么大的差异，我不觉得这地方，我觉得是两个人的性格上。还有别的吗，姑娘？还有一个，就是对我来说，有一点，我觉得他很像妈妈在管我那样，就是。我不喜欢穿秋衣秋裤，他前几天就给我送了秋衣秋裤，然后就还老是问你怎么不穿秋衣秋裤，但是我们家那边冬天的温度都是20度以上的，就是我不能接受穿秋衣秋裤，但他就老说我你怎么不穿，我觉得像我妈一样，我妈都没让我穿上秋衣秋裤呢。可他现在是在北京了，北京不像云南。北京这边天气都是会零下的，冬天的时候都是会零下的，到这边是一定要穿的。这是一片心意，你别想歪了，你们都想多了。我怎么觉得他们现在谈恋爱谈得好累哈？就是一个简单的心意，你只是觉得他那个态度不舒服是吗？对啊，然后
其实他有时候讲的话我听不懂，就讲那些什么咕噜什么咕噜，就是这些东北话的那种。我有一些什么。就是什么宝楞盖儿之类的，就这类的宝楞盖儿，就是有时候我也不太在意，就是顺嘴就秃噜出来了这种。我就觉得他就是感觉不一样的地方太多了，就这样。而且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情就是马上不就要放假了吗？就是放假了是个什么事儿？我以为这是一个很严重，因为我是一个很粘人的人，放假之后不就要回家了吗？回家之后他就要回东北了，然后回黑龙江了，然后我就要回云南，要分开2个，我们俩之前都没分开那么久过。然后你们不是本来就异地吗？一个秦皇岛，一个北京，不就分开着呢吗？他现在在北京实习。没，我在北京实习的时间还是比较长的，现在是在北京实习的一个状态。对。你们说的大事儿就是要放寒假了，不是放，确实放寒假了，你要回家了是吗？好像回家之后，我就想约他去云南玩然后他就说什么云南那么远，有什么好去的？就说什么还说不下雪，就是老是这样说，然后老跟我说他黑龙江咋地，就是觉得黑龙江的冬天就感觉还算是比较不错，感觉有冬天那种气氛，你知道吗？而且他也跟我说过他挺喜欢雪的。本来也打算是去看一看的，但是我觉得第一次不应该是男生去找女生吗？但是他就老觉得不行。其实这个事儿，虽然是寒假吧，寒假让我们两个会让我们分开一段时间吧。但是这个我们看到一个其他的，就是我们即将大学毕业了那以后我们在哪儿呢？我们每个冬天他都跟我回东北，还是说我每个冬天都跟他回云南？我们以后在就业的时候面临一个选择，我们应该怎么办？因为我在家特别怕我爸爸，就是什么都是我爸爸一手操办的。然后他以后是一定要让我回云南工作的，甚至考研也要考在云南。然后我是觉得我不可能说服我爸的，然后，但是他就一直觉得想把我带回东北去，就那种语气。但他就是没考虑我在想什么。你想什么？你告诉他呀。我就是想把你带回云南去，所以跟他爸没什么关系，你知道吧？你咋想的呀？谁的家人都希望孩子带着自己的另一半去回到自己家里，完了能多陪陪他们。既不去东北，也不回云南，去第三方，行了吧？其实我觉得不就完了吗？心里都平衡了吗？这样对，这样是平衡了。但是其实对于我们两个人来说，都在亏。我们两个人本来他想让我去他家，我想让他去我家。如果我们两个选择一个第三方的话，我们两个人谁都没有如心所愿。我觉得这样，不是为什么一定要回家呢？我也没想明白。不是说相爱的地方就是家吗？有爱人在的地方就是家吗？其实这个不是的，我觉得因为我是从小就很怕我爸爸那种，就是除非他能把我爸爸说服了。不用他说服你爸，只证明他魅力不够。而且我自己，你敢去云南说服人家爹吗？说我就把你女儿带走，人家说了，除非你能说服我父亲。如果真要带走，就不跟他父亲说了。姑娘还是回云南吧。就人家把闺女养这么大了，你连个招呼都不打，你觉得合适吗？如果他真的想跟我走，我觉得这样是合适的。如果他真的想跟我走，他就这样，就是他一点都不考虑。你看他就讲这样，那你就跟他分开呀。我不要。所以他们就较劲嘛。你看这俩人在这别别扭扭的。我想让大家一起说服他，让他多，因为你看我现在讲，他都完全把他挡掉了，我讲的话就屏蔽了。你看我现在跟他讲就屏蔽了，就像我想让他听见我在讲什么，他能明白我在想什么，他不要老。所以今天如果达不成协议的话，你们会分手吗？你想跟我分手吗？哎呀，我发现我们这思维不在一个思维点上，还是你们来吧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来，山大老师，你年轻，你了解他们，你说说啊。看到女方从箱子里面拿出了这个小米椒，脸色马上就变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只想到了自己，从来没有想过这个小米椒从何而来，是谁给你的，是谁亲手做的，这些事情你全部都没有考虑，只想到自己。女生也一样，一谈到去哪儿的问题呢，就说我爸爸说了，我特别害怕我爸爸。也一样，只想到自己，没有考虑过，可能他也怕他妈妈。
两个人一南一北，吃不到一起，兴趣不同，玩不到一起，什么不到一起都不重要。最可怕的是什么？最可怕的是我从心底瞧不上你。那如果你觉得人家吃辣椒你受不了，说方言你听不懂，你找一个东北姑娘啊，也吃葱，也不说方言。要么你干脆为了她学云南话呀，你也不学。所以说你们现在需要放下自我，多为对方考虑。如果说感情没到那一步，那我们就更不要考虑未来什么结婚去哪个城市。你们现在是在杞人忧天，活在当下最重要，过好现在的每一分钟，把握好现在的每一分钟的感情最重要，好吗？谢谢你们。谢谢莎娜老师。来，齐总。你们之间遇到的问题，在我们看来都不可能成为问题，方言呀、吃饭的习惯呀，等等等等，南北的差异呀，那为什么在你们之间会形成这么大的障碍呢？只能说明一点啊，你们现在互相还没有爱上对方，只是喜欢。喜欢和爱的区别就是到底看把私心留给自己多少，又为对方考虑了多少。前者自己有私心，不为对方考虑，这就是只是喜欢而已嘛。你看你们在谈论到未来到底去南方生活还是去北方生活的时候，想到的第一都是我自己去了之后会面临什么。刚才赵川老师只是开一玩笑，就说到一个第三方的城市，大家都不会有这样的顾虑了吧？结果男孩说，那岂不是我们都亏了吗？真正爱上一个人是要说自己赚多少便宜吗？从对方身上什么都为自己着想，让自己觉得很幸福，可对方呢？所以那不是爱。所以你们现在只停留在喜欢而已。真正的爱不是爱对方的优点，而是能够包容对方的缺点，能够忍让、尊重。你们有吗？尊重对方的习惯，尊重对方给你的爱，有吗？都没有。那在这里谈什么呢？还谈未来呢？先把现在过好吧。就这样。好，谢谢曲总。来，大家好。其实大家一直在谈爱，可是我觉得你们都不用谈爱，我觉得先谈看见。你们看见对方了吗？你们爱着的是对方那个人吗？你们喜欢的是对方那个人吗？真正的爱是我看见你，然后我看见你吃葱，我觉得哎呦喂，太男人了。我看见你在那儿吃辣椒，我觉得哎呀，真是简直太有勇气了。然后我觉得喜欢的不行，我看见的是你，而不是我看见的是我心目中想要把你塑造成为什么样子的我想要。所以你们都没有真的去看见彼此到底是什么样子的。或许在你们内在有一些特质是把你们吸引到一起，吸引到一起之后，这个女孩到底是什么样的，这个男孩到底是什么样的，好像我觉得你们都谈不到爱，连看见对方都还没有开始，只是觉得对方是比较适合被我塑造成为我想要的那个人而已。所以离爱的距离还10万8千里，太遥远了，看不见对方，爱的是谁？何谈爱？谢谢。好，谢谢白老师。来，涂老师。无论是北方的雪，还是南方的云，其实都好看，但最关键是看景色的心情，而心情来源于你身边的人。其实躺在家里，那都是熟悉的味道，那出去都需要一份勇敢。但是可见你们俩都没有这样的勇敢去跨越千山万水。有的时候当你喜欢上一个人的时候，你就会特别好奇，是什么样的土壤和环境会养成一个我爱的人。我就特别想到他的家乡去看一看，看看他的父母，看看那块土壤，看看那样的风土人情，为什么会塑造出这样的一个女子和这样一个男子。这是很正常的，这就是为什么因为喜欢上一个人而了解的当地的文化，喜欢一座城和那块土壤。但我似乎没有看见你们俩好像有这样的好奇。而至于你处处的都是不尊重，所以你有很多都是伟大男子主义。如果一个人爱一个人，但是不尊重他的家庭的话，他很难从头到尾真正的接受他。
因为我就是那块土壤铸造出来的，明白吗？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尊重自己出生的地方。但坦率的来说，在这个舞台上，有好多男女都觉得这个地狱不是事儿，到你们这儿这地狱变成了这么大的事儿。其实说白了，还是自己内心不够勇敢，爱没到那个程度吧，好吗？就这样。好，谢谢涂老师。我们上这一课就是希望那个所有的女生都清晰一些。当一个男人试图改造你、改变你的时候，而他对你的家庭、对你家庭的一些处理的方式、对你生活的那个家庭不完全尊重的时候，其实我觉得就要远离，这个是一定要远离的。尤其男生那个想法，从今天去改变吧。我原来觉得距离并不是什么问题，但是我觉得以你这样的态度来讲，距离真的是一个不可逾越的一个鸿沟，就感觉，我觉得你这样，我实在是不能接受。我觉得我还是要好好思考一下我们的关系。刚才听老师讲，我也觉得他们讲得很对，你们太爱自己了。其实我觉得咱们两个，之前都太在意咱们的实地距离了。其实咱们一直都没有好好照顾彼此的感受和咱们所谓的心的距离。我觉得咱们真的需要好好考虑一下。那就亮灯吧。谢谢两位，请回吧。啊，谢谢你们。也不知道他哪来的那么自信，又是教人这个说普通话，又是让人姑娘做很多的改变，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。希望他们今天能够仔细的沉下心来听听几位老师的意见吧，他们自己的选择是什么？请。有请我们的小花同学。